你一个问题，如果鬼杀队的所有柱全都变成了鬼，会怎样？他们的实力会强到什么地步？能不能直接顶替12鬼月的位置？今天就让我们一个个拆开，看看这些最强的鬼杀队支柱变成鬼之后到底会是什么模样。先说虫柱，蝴蝶忍要是真的成了鬼，他的实力完全能跻身12鬼月，而且位置不会低，差不多是下弦3。想象一下画面，它的外形会更接近昆虫，尤其是蝴蝶，背后长出一对巨大的翅膀，轻轻一扇就能卷起毒物。它的指甲带着剧毒，只要划破皮肤，人类立刻中毒。但更可怕的是，他的性格会彻底走偏。作为鬼的蝴蝶忍，完全就是个毒学狂人，一天到晚研究毒素，见人就想试验。他会不停改进自己的毒，只为让他更强更狠。对他来说，杀人只是顺带，实验才是乐趣。因为他的身体素质本来就偏弱，变成鬼后，他依旧不会正面对抗，而是靠毒来制胜。他还能继续用虫之呼吸，但再加上血鬼术，杀伤力直接恐怖升级。他的血鬼术能在大范围内喷吐毒气，还能自由改变毒的形态，液体、固体、气体，随心所欲。他甚至能把毒凝固成武器，比如长剑、长鞭、长枪，切到一下，人当场中毒身亡。对比没活几级的下弦3并业，蝴蝶忍要强得多。可以说，他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毒之恶鬼。再来看看阴柱，如果羽随天元真的堕入鬼道，他的位置会是下弦2。想象一下画面，他会保持忍者的打扮，身边还会常年跟着3位妖艳的女鬼，完美呼应他一贯的多妻设定。性格方面，他会变得极度傲慢，对人类冷酷无情，但唯独对漂亮的女人会表现出几分怜惜。最恐怖的是，他会完全沉迷于神明幻觉，自认是高高在上的存在，渴望所有人崇拜他、赞美他。外形呢，必然是满身珠宝，闪闪发亮。战斗时，他的血鬼术自然和声音挂钩，张口一声怒吼，瞬间掀平一大片地形。那声音还能形成排斥力，强行震退敌人。更夸张的是，他还能制造特殊的音波，直接让人耳膜崩裂，彻底失聪，甚至昏迷当场。你要知道，人类形态下的天元曾经就能把上弦6的继夫太郎压得抬不起头来。如果换成鬼，他的实力与那个被无惨一秒抹掉的下弦2相比，根本不是一个量级。接着看看炼柱，如果甘露寺蜜梨成了鬼，他直接能拿下下弦1的位置。为什么？因为蜜梨可是唯一一个会炼之呼吸的人，这招其实是他从岩柱炼狱杏寿郎那学来的岩之呼吸再改造出来的。要知道，能自创呼吸法本身就已经证明他的天赋和实力。换成鬼之后，他的战力只会更恐怖。画面感来一下，他还是那个年轻漂亮的大姑娘，但变成鬼后，造型一定更妖艳。武器呢，不再是原来的长刀，而是更细更长的鞭刃，既柔软又致命，轻轻一甩就能把人脑袋斩下来。性格方面，他会完全变一个人。作为鬼的蜜莉会疯狂迷恋男人，几乎没兴趣对女人下手。更离谱的是，他的血鬼术可能具备魅惑效果，只要男人沾了他的血，就会像僵尸一样听他的命令，任他摆布。想象一下，一整个队伍的男人瞬间变成他的傀儡，场面得多可怕！别忘了，他还是柱。换成鬼之后，他依旧能用炼之呼吸，再加上血鬼术，战斗力直接翻倍。对比原本的下弦一眼懵，蜜莉完全可以轻松碾压。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上弦鬼，如果岩柱也沦为鬼，那他的位置会是上弦6。画面感来一下，他额头会长出2只狰狞的鬼角，眼神布满血丝，整张脸依旧热烈却透着疯狂。他还会披着一件全黑的斗篷，上面燃烧着火焰纹路，像地狱里的审判官。性格呢，一旦成鬼，他会彻底抛弃对人类的怜悯，转而对他们露出厌恶与冷漠。对他来说，人类只是燃料，他的血鬼术自然与火焰相关，他能随心召唤炽烈的火焰，强到足以融化钢铁，甚至还能从全身释放高温蒸汽，逼得敌人寸步难行，还会被严重灼烧。想象一下，原本的大哥就已经能硬扛上弦3一窝座，如果换成鬼，战力飙升数倍。单挑的话，他完全能压过舵姬或者继夫太郎中的任意一个。但要是一次性对上这对兄妹联手，那就不好说了，估计会打得难解难分。继续看霞柱，如果无一郎真的成了鬼，那他的位置将会是上弦5。为什么？别忘了，他可是个天才，14岁就成了柱，而且只用了2个月的训练，再加上他本就是黑死魔的后代，血统里自带强度，画面感直接拉满。他会上身赤裸，头发变成苍白的短发，整个人看上去冷峻又危险。他不再健忘，相反，他会对回忆产生近乎病态的执念。吞噬的人越多，他的记忆就恢复得越完整。对他来说，吃人不仅是饥饿，而是找回自己人生的方式。血鬼术方面，他能操纵天气，召唤毁灭性的雷电，战场上电闪雷鸣，仿佛天罚降临。而他原本的霞之呼吸也会进化，能制造带有麻醉和幻觉效果的迷雾，让敌人看见幻象，甚至直接昏厥。战力方面，他完全可以轻松碾压原本的上弦5玉壶，毕竟人类时期的霞柱就能秒杀玉壶，变成鬼后更不用说。再来看水柱，如果富冈义勇真的变成鬼，他会稳居上弦4。画面感来一下，他的外貌几乎不变，还是那身熟悉的羽织，还是那张冷峻的脸。因为义勇本就看淡一切，变成鬼后更不会在意自己外形上的变化，唯一不同的是那双眼睛会多出几分死寂和冷冽。
性格呢，作为鬼的义勇会彻底沉溺于悲凉，他会觉得人类太弱，存在就是一种不幸，所以他要亲手终结人类，把他们从这种痛苦的弱小里解放出来。听上去残酷，但在他心里，这是种扭曲的正义。血鬼术方面和他的水之呼吸呼应，它能抽干敌人体内的所有水分，让人瞬间化为干尸。更可怕的是，它还能操纵人体内的液体，因为人类身体有60%是水，这让它几乎能像水之操控师，任意控制敌人的身体。但这招对会呼吸法的剑士无效，因为他们的体质足够强，不属于弱者范畴。换句话说，普通人类在他面前毫无生机，只有鬼杀队剑士还能与他一战。如果和原来的上弦寺半天狗相比，就没那么绝对了。半天狗的分身能力太棘手，不刚义勇即使鬼化，也未必能轻松战胜。能不能赢下来，恐怕还得看战况发展。接下来到了蛇柱，要是小巴内堕入轨道，他会直接稳坐上弦3，画面感直接拉满，他会变得更加蛇化，舌头像毒蛇一样又长又灵活，脖子上盘绕着2条巨大的鬼蛇，随时能扑向敌人，咬下去就是致命毒液。性格方面，他依旧阴狠狡诈，行事冷酷无情。血鬼术更是与蛇紧密相连，它能让毒液快速侵入敌人体内，几息之间就会毒发身亡，还能召唤巨大的鬼蛇从4面8方同时袭击，甚至把自己的身体强化成蛇之形态，行动诡异，能瞬间缠绕敌人，直接把人活生生勒碎。至于他能不能打得过一窝座，答案悬而未决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说自己的看法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鬼化的小巴内绝对是个冷酷无情的灭绝者。现在轮到风柱，要是不死川石迷真的堕入轨道，他的位置会是上弦2。画面感来一下，他的全身布满狰狞的伤疤，皮肤粗糙的像鳞片一样坚硬，普通的日轮刀根本砍不进去。他站在战场上，就像一头嗜血的猛兽。性格呢，作为鬼的石迷，会比人类形态更疯狂、更残忍。他杀人不是为了吃，而是为了玩。越是弱小无助的对手，他越喜欢折磨，甚至故意把猎物留到最后一刻才解决，享受那种施虐的快感。血鬼术方面，他能操纵风，规模大到能制造出飓风、龙卷风，整片战场瞬间化为风暴炼狱。他还能借助风飞行、悬空，在半空中发动连续攻击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能把风凝成刀刃或拳头，一招就能把敌人撕碎。至于防御，他能利用风在周身形成护盾，像风之壁障一样，把敌人的攻击通通挡下。不过这样的他要和现任上弦之2童魔对上，结果就很难预测了。童魔的实力极其变态，这场战斗绝对会是最惨烈的一场恶鬼对决。最后看看岩柱，如果悲鸣雨也堕入轨道，他的位置毫无疑问就是上弦1，画面感直接拉满。他依旧是那副魁梧的身躯，但双眼会泛着刺目的金黄色光芒，和人类时双手合十充满悲悯不同。此刻的他双手松开，彻底被无惨的邪恶浸透，脸上只剩冷漠与毁灭的气息。性格上他会保留冷静沉着的一面，但内核却完全被黑暗侵蚀，没有了慈悲，他会像行刑者一样冷静而残酷地处决人类。战斗方面，他不只会用炎之呼吸，还会觉醒强大的血鬼术。他能操纵大地，随心改变地形，把战场变成自己的领域，还能召唤10巨人作战，甚至能借助土地的震动来感知敌人的动向，就算失明也能牢牢掌握战局。这样的他堪称最强恶鬼。但如果和同为柱转鬼的黑死谋对比，他还是略逊一筹。毕竟黑死谋不仅有月之呼吸，还有几百年的战斗经验。即便如此，鬼化的悲鸣雨依旧是足以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所以说，每一个人一旦变成鬼，都将成为可怕的灾厄。但仔细想想，这也正说明了一个事实：柱们之所以伟大，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比别人强，而是因为他们明明拥有这样恐怖的潜能，却依旧选择守护人类。他们明明能轻易堕落，却用一生去对抗黑暗。所以当我们幻想所有的柱如果变成鬼会有多可怕时，也更能理解他们作为人类坚持信念、背负痛苦、拼死战斗的价值。这才是《鬼灭之刃》里最令人动容的地方。